嘿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是小蔬果。今天我特别激动的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也衷心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收看我的视频。我知道大家平时都很忙，但抽出几分钟来了解一些生活小窍门，绝对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看似简单却又让人纠结的问题，在超市的生鲜区，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大小不一的鸡蛋，我们到底该选择大鸡蛋还是小鸡蛋呢？这个问题可真是让不少朋友犯了难。有人坚信大鸡蛋性价比高，觉得蛋黄和蛋白更足，营养更丰富，也有人觉得小鸡蛋口感细腻，营养更集中，是浓缩的精华。那么，到底哪种说法更有道理呢？别急，我专门走访了一位有着10年养殖经验的养鸡大户李师傅，他给我们透露了一些行业内幕，这些秘密或许能帮你走出选购鸡蛋的误区。其实，鸡蛋的大小并非只由品种单一决定，背后隐藏着多种关键因素。首先，鸡的品种确实有差异，比如一些高产蛋鸡品种，像罗曼鹤等，成年后的产蛋个头比普通地方土鸡要大不少。但更关键的因素其实是鸡的年龄。刚开产的青年鸡，由于生理机能尚未完全成熟，产的蛋大都是初生蛋，个头比较小。随着鸡龄的增长，鸡的生殖系统也逐渐发育完善，自然而然的，所产的蛋也会变得更大。除此之外，在夏季天气炎热的时候，母鸡的食欲通常不太好，因此身体摄入的营养不足，这也会导致产的蛋稍微小一些。所以，鸡蛋的大小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。说到鸡蛋的营养价值和口感，这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。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，认为大鸡蛋的营养价值就一定更高，或者觉得小鸡蛋是初生蛋，浓缩就是精华。其实，无论是大鸡蛋还是小鸡蛋，它们的营养成分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并不会因为鸡蛋的个头大小而有明显的区别。这就好比我们平时用大碗和小碗吃饭，不会因为碗的大小而影响米饭的营养价值。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鸡蛋内部的差异，我们把大小鸡蛋分别打入一个小碗里仔细观察。你会发现，小鸡蛋的颜色可能会深一点，蛋白相对少一点，蛋黄占比大一点，而大鸡蛋的颜色则会浅一点，蛋白比较多。权威检测显示，初生蛋因为蛋黄占比相对较高，卵磷脂和胆碱含量可能会略胜一筹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营养成分有本质的不同。从口感风味来说，影响鸡蛋口感的关键因素其实是新鲜度和鸡的饲养方式，而不是鸡蛋的大小。新鲜的鸡蛋在产蛋后7天内，蛋黄饱满有弹性，蛋白分层清晰，煎炒的时候香气浓郁，口感非常好。而散养蛋无论大小，由于鸡能够摄入天然的昆虫和杂草，蛋黄的颜色更深，口感也更香醇。李师傅就举例说，他家散养的土鸡产的小蛋，炒着吃比笼养的大蛋香多了。这其实关键在于鸡的活动量和饲料来源。所以，大家在购买鸡蛋的时候，不要过于纠结鸡蛋的大小，而应该更多的关注鸡蛋的新鲜度和饲养方式。从性价比来看，市场上的小鸡蛋的单价通常要比大鸡蛋高出 5% 至 10%。因此，大家在购买鸡蛋的时候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购。其实，我们没必要太纠结鸡蛋的大小，关键是要了解鸡蛋的挑选技巧，这才是选购鸡蛋的王道。无论是大鸡蛋还是小鸡蛋，只要是新鲜优质的鸡蛋，那都是好鸡蛋。那么，如何挑选新鲜优质的鸡蛋呢？接下来，我给大家分享10个实用的小技巧，学会了这些，保证你每次都能买到新鲜的鸡蛋。第一，看鸡蛋的外观。仔细观察鸡蛋的外壳，你会发现鸡蛋的外壳有一层类似白霜的东西。这层白霜其实叫做蛋壳膜，它通常存在于新鲜的鸡蛋的外壳上。这层白霜的主要作用是封闭鸡蛋壳上的气孔，防止细菌的入侵，同时也可以防止蛋壳内的水分流失，从而保护鸡蛋液的新鲜度。
所以，当你买回来的鸡蛋，千万不要把这层白霜给洗掉了，否则鸡蛋很容易就会变质。而且，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，最好是用手来摸一摸。如果鸡蛋摸上去比较光滑，那么很可能这个鸡蛋已经卖了很久了，不够新鲜，大家就不要购买了。因为蛋壳上面的这层白霜摸起来是有颗粒感的，摸上去是比较粗糙的，能够明显感觉到它有一层粉末的状态。这样的鸡蛋，大家就可以大胆放心的购买。第二，听声音。购买鸡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鸡蛋拿起来，放到耳边轻轻的摇晃一下。新鲜的鸡蛋几乎没有晃动声，因为里面的蛋液是紧密的，而变质的鸡蛋就会有明显的液体的流动声，因为里面的蛋液已经变质，变得稀散了。第三，观察鸡蛋的外壳是否有明显的裂痕。如果发现鸡蛋的外壳有明显的裂痕，那么这种鸡蛋大家也千万不要购买，因为外界的各种细菌会从这层的裂缝当中进入到鸡蛋的内部，从而就会造成污染，使鸡蛋变质发臭。第四，用手掂一掂鸡蛋的重量。一般新鲜的鸡蛋拿起来是比较重的，因为里面的蛋液是饱满的。假如你拿起来的鸡蛋感觉是轻飘飘的，而且还能听到滴滴的水声，那很可能这个鸡蛋已经放了很久了，也是不新鲜的鸡蛋了。这样的鸡蛋买回来之后，往往都是不成形的，蛋黄也散开了，蛋清也已经稀散了，像水一样。这样的鸡蛋是不能吃的。不管是大鸡蛋还是小鸡蛋，都可以按照这几种方法去挑选，保证你一挑一个准，每一个都是新鲜优质的鸡蛋。鸡蛋虽然营养丰富，但我们在吃鸡蛋的时候也要注意，有些东西是不能和鸡蛋一起吃的，否则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。可是很多人还不知道，在生活中还是有人中招了。为了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，接下来的内容真的是非常关键。首先，鸡蛋最好不要和柿子同食。柿子中含有鞣酸，这种物质可能与鸡蛋当中的蛋白质结合，产生一些不易消化的物质。这样一来，就会影响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。如果情况严重的话，还可能会出现恶心、呕吐或者是胃痛等情况，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。第二种最好不要和鸡蛋一起食用的食物是菠萝。菠萝含有较多的果酸，与鸡蛋一起食用可能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。除此之外，菠萝中的果酸还会导致蛋白质凝固，这就不利于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和吸收，可能会引起一些消化不良的问题。第三种需要注意的食物是茶水。茶叶当中的鞣酸和鸡蛋中的蛋白质结合后，同样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。所以，吃完鸡蛋后，最好也不要马上喝茶，以免影响营养的吸收。第四种是甲鱼。鸡蛋最好不要和甲鱼一起同食，因为鸡蛋和甲鱼的营养成分是相克的，两者一起吃的话，容易导致蛋白质变性和营养价值降低。如果大量食用的话，还有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，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。因此，我们在吃鸡蛋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以上这几种情况，避免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，让您在选购和食用鸡蛋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。最后，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